大家好，我是云飞。前段时间不是给大家分享了红米 Pad Pro 嘛，很多人都看过了。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性能实在是有那么一点差，这个卡顿感还是比较影响我们实际使用的，所以我把它又给出了。这次我们直接上小米平板的旗舰 6S Pro， 看看目前小米最好的平板在日常使用起来到底如何。我这回买了12+256的，我买的时候官网的价格是3599，但拼多多价格已经来到了3198，所以就直接冲了。考虑到我用平板主要是文字工作，后面会在小米之家来个键盘，那个价格没啥差距，所以我们点亮收藏，支持一波，一起来沉浸开箱。当当，来，我们现在拆箱一下新买的小米平板 6S Pro 啊。经过了红米 Pro 那一波啊，我想着还是直接冲小米最顶配吧，就没有这么多其他的事情了。顺带也来看看咱们这个6S Pro 12.4，它真正的日常的使用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样啊？然后我们拆分，当这个是在拼多多买的，然后便宜了400块钱吧，12+256的，这是平板主体，然后我买的是一个绿色的，你看，呀，忘记买钢化膜了，要赶紧下单一个钢化膜，120瓦的充电器 ，A 到 C 的充电线，啊，这个呢是说明书，好，就一个说明书，然后这里还用了一个这个硬纸包裹啊，下面应该没东西了，整体很薄啊，啊，这里还有一个这个触点的口，然后还有一个，啊，这是节能认证，直接从这个红米 Pad Pro 这里恢复一下云备份，啊，它应该是在后台恢复啊，那它是在电源键。这个先跳过，它现在正在恢复啊。这个就先不管了啊，然后再把一些我们需要的设置开起来，然后在显示的这一块，心率开的要44，所有的音量都开一下。啊，这个手写笔和那个键盘，我是买了那个带触摸的键盘啊。先让它升级着，它在恢复，这些已经恢复完成了。看一下啊，它有一个 WPS PC 吧，游戏中心卸掉，这流畅度，哎，还得是小米旗舰啊，平板也是得旗舰啊。晚点我再折腾一下啊。6S Pro 智能触控键盘，黑色的啊。这个整体还挺重的，这带出去不得重死啊！这里有一块，这个是可以无级调节的啊，这块主要是看中这一块，因为普通的这个键盘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无级调节的。然后整一个触摸板这个感觉，普通的键盘只有那么一个档位，用的就很着急啊。好，第一次合体，看一下，OK。成功，好了，那它就可以这样子调节，然后需要，剩下的就是等我详细体验了，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我感觉吧，还是得小米换机一下，不然这个数据重新导一遍有点麻烦。它这个桌面的这一些设置，它只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这些数据还是得小米换机，这样子直接换过去会方便。所以为什么推荐用小米换机呢？这么快，就只有13分钟。我们这回总算是用上小米差不多全套的旗舰了啊！小米的手机加小米的平板，又全是米家的生态，这个体验如何呢？且听我娓娓道来。它的尺寸是12.4英寸6扬声器 ，Type-C 接口来到了 USB 3.2跟1，充电是120瓦，处理器是高通骁龙的8跟2。跑分随便跑了一下，基本上在159万，分辨率是来到了3048×2032，3:2的比例。好处是看表格、看文档会好那么一点点，坏处是这个比例讲真，如果你要外接屏幕的话，太方正了，两边会有用不到的地方。其他的一些参数我就不多讲了，我们的分享还是更多的贴近于实际的使用方面。我后面不是加了小米的触摸板的那个套装嘛，不买更便宜不带触摸的那个，是因为之前买6 Pro 的时候买了，然后它那个角度调节几乎等于没有。所以还是上这个带
110度到165度的无极调整的，在日常的使用里面会更加方便好用很多。按照惯例，在聊我个人使用体验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影音体验。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平板就是一个游戏、视频、音乐。首先，日常使用里面，我从红米 Pro 换到小米最好的平板 6S Pro，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终于不需要为这些不知道啥时候会出现的卡顿而被打断灵感了。就是你用它不太会被性能束缚住，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操作它。所以我用实际的购买经历告诉大家，有能力的话还是上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比如6 Pro 也是蛮好的。在日常的使用里面，流畅度不需要操心，然后 APP 目前来说我安装的这些都有适配，但仍然有一些主流的应用仍然没有适配。京东是没有适配的啊。也没有 HD 版本，我想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会遇到，所以就目前而言还是挺多这样的情况的。有一些 APP 是适配了横屏，但仅仅是填充了空白，但没有实际的内容，这点安卓平板依然是任重道远。然后我发现了，原来 B 站的 HD 版本是没有杜比世界的，这就很离谱啊！我是想不通为什么 B 站不直接做一个横屏模式，做了 HD 版本体验又不去搞好。看看隔壁的油管，平板的体验是真的挺好的啊 ，HDR 的内容各个画质都可以享受，希望 RB 可以跟进版本啊。屏幕画面我想没啥，这个效果已经非常棒了，配合6扬声器，小杜比也都是在的。这个配置这个体验，先不管后面的生态，你觉得小米 Pad 6S Pro 怎么样？买不买主要看你自己的需求，但来拼多多100亿补贴比价是非常值得的，而且最近手机权益也非常多，正好vivo X100系列新品发布，如果你有购买需求，一定要来拼多多100亿补贴看看价。这次新品 vivo 官方联合拼多多100亿补贴推出了全网独有的寄货后也可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这个操作我愿称之为诚意拉满，毕竟这个服务大部分品牌和电商平台都提供不了。这次是拼多多和 vivo 一起给到消费者一个特别好的福利，所以我建议想买 vivo 新机的直接来拼多多100亿补贴下单就行，保真又保新。大家打开拼多多搜索10083，或者点击评论区直达活动会场。马上618也要到了，拼多多100亿补贴其他数码家电价格同样有惊喜，买手机数码产品还得看拼多多100亿补贴，全新正品大牌超低价入手，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接下来我配合小米触摸键盘套装来讲一讲它们值不值得买。这个最大的用处就是码字，这点我就不重复说了。我买平板最大的用处就是工作，也就是码字拍视频。这个后面我会陆陆续续讲到这方面体验。我们先来看码字的这方面，这个手感说实话就比较一般吧，就是戳桌面的那种感觉，不过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渐层，算是能用。这一块我觉得就是在外面用，在家里工作台上面还是得上键盘会舒服。它的优点在我看来是这个快捷键和触摸板还有触点连接。不过讲真，这个触摸板不算大，就打字用用还是可以的，做啥高精度的工作就别想了，还是得鼠标。就是它这块键盘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大家看现在这个状态是 OK 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后面，然后我们再去按它，它自动就弹出来了这个虚拟键盘，大家看得到吧？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后面我们再按它后面的这个键盘，它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啊，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用到打游戏的时候，我都是直接支撑着，然后手搓，这样就不需要用到额外的力气去拿起 Pad。这点键盘套装作为支架的作用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还有一点小 tips， 很多人可能是使用苹果键位的，复制粘贴用的快捷键和这个键盘不太一样，在键盘的这个设置里面并没有更换键位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可以到更多设置里面找到语言和输入法，然后在最下面找到键盘、鼠标和触摸板，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设置更改辅助键，里面切换键位就行了。不知道为啥小米这回把这个功能藏得这么深啊？按道理小米会直接搞一个切换 Mac 键位的一个功能，毕竟苹果最好的配件厂嘛。所以我觉得你和我一样码字比较多，可以考虑买这个键盘还行。而小米搞的这个工作台模式，我个人觉得反而解决了一部分应用适配的问题。工作台模式可以打开更多的这个窗口，且逻辑上会更像苹果的这个 Mac。我实际测试是可以开启4个，而且同一应用是可以开启2个窗口，这样一些文字工作或者网页查找啥的就可以更高效。不过目前小米开到4个应用之后，再打开一个应用的话，第一个应用是直接关闭的，没有任何的过渡动画，也不会变成小图标，这点还是希望可以优化一下。然后就是在这个模式下，那些没有适配的 APP 看上去就没有那么不和谐了，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手机界面模式。如果你是可以完全适应这个工作台模式，那么你的体验会更高一些。
配合这个触摸键盘，逻辑上会有那么一点电脑的味儿。但这个工作台模式，我不知道是设计还是什么，小窗的拖动总有比较大的惯性，我个人来说不是很适应。不管是手指拖动还是触摸板的拖动，都不算很好的体验。给我的反馈是触摸板好像延迟比较高。性能不够，虽然在非工作台模式下也是这个惯性，但至少小窗不是高频使用的东西。如果是和电脑一样的感觉，我希望还是可以及时反馈，会更好一点。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小米的分屏还是蛮有意思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小米分屏。比如说，它现在是一个哔哩哔哩啊，它是两边是没有这个的，但是我们如果分个屏，它这边等于说这边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小的这个界面。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打开，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如果我们在这边关就在这里，这边关就这里，还行，还不错，其实。中间就是这样子。也可以再次打开，它分是一样的分。如果我们再开一个，它是会变成这样一个小窗。是这样一个逻辑，它也可以这样两边同时开，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个，这是他们俩，其实都非常不错啊。接下来就是小米生态内容了。好，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一个手机互联啊。首先是在这个 WiFi 这里，它在下面它会有咱们目前这些手机的一个 WiFi 啊，小米14、14 Ultra， 然后这是个淘宝3，然后12淘宝，我们连一个小米14 Ultra 的，因为就在这边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反应。14 Ultra 我们点一下，那它这里就马上就开启了这个热点，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然后它这边它有一个这个数据。它目前的话，它是只能连这个小米14 Ultra， 我们点一下，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热点的形式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关掉热点试一下，它上面是有一个这个小的数据显示，要在状态上它这里才能看到，然后这里显示的是手机的一个电量啊，这是它一个数据互联的一个能力。这个投屏大家已经看过了，这里就不再演示了，然后它有一个响应查找。之后就是一个这个通信互通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话，它是可以直接同步到咱们这个平板上面的。目前试验下来是小米14和小米14 Ultra 都是可以的，其他机型暂时不知道啊。就创作的体验而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可以当成一个小的电脑。就比如说我现在其实就是用这个小米平板控制手机拍摄，就这个感觉，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比如后面如果是要做这种两个人这样子车拍的一个画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小米14 Ultra 这样拍，然后用这个平板这样去监看。我靠，这个方案真的可行性非常高哎！之前我不是吐槽过小米的导演模式，小米14加小米14 Ultra 在户外并不能很好的搭配干活拍摄嘛。但是如果加上这个平板，讲实在的，这个体验就比导演模式好太多了啊！你可以看到我就是使用小米的这个屏幕共享，然后直接就可以在平板上面控制咱们的拍摄。虽然有一些小冲突，但是我们可以开启中运模式，笔记和投屏的桌面就可以不冲突。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可以简单的完成一些车内拍摄和监看的工作了啊！我相信以后如果有车内拍摄的画面，我会使用这样一个配置去搞定，而且这个延迟讲真的非常不错了，比苹果的都还要好，就感觉是一个蛮不错的状态，而且可以在锁屏状态下连接，这是比较屌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锁屏状态的，我们去尝试去连接一下，就是小米14，我们这样去连接一下，它其实也是可以直接连接的，然后我们输入一个密码就 OK 了。然后它会自动开启一个省电，非常棒啊！然后也可以控制。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车拍的一个效果，是真的绝啊！但是可以拍到的东西已经非常多了。后排其实也拍得到。对，而且效果也很好。其实完全很好。真不错，嘿嘿。
就是通过这个 C 口一个拓展坞，也是小米的一个拓展坞，然后我是这边是连了一个音响，然后也是连了一个显示器，然后它是只有一个 HDMI 的一个显示器啊，然后这里连了键盘用线连的，蓝牙鼠标，然后这边在写稿子，就写咱们这些视频的稿子啊，然后这边的话是通过手机桌面啊这样一个功能在使用，我觉得其实用起来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如果这边它是可以根据重力去这样转换过来的话，就更香了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拍竖屏的，我们现在去拍一个这种竖屏的视频，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比例啊，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就非常好。但是很可惜啊，咱们是拍一个横屏的，所以希望这一块小米可以优化一下，就是我们在切换一个横屏的时候，它这边可以根据自己的重力转过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但是抛开写稿子这个需求，它作为一个平板电脑可以胜任电脑的需求吗？首先我还是从我比较熟悉的一些地方来给大家讲一下我实际的使用。就拿我 UP 主的身份来说，我会需要传输视频在 B 站，我个人喜欢外挂字幕，然后再设置一些互动组件。虽然它在浏览器里面是可以切换到 PC 模式视图，但依然会有一些兼容性问题，比如它可以上传视频，但在后台有一些功能它是用不了的啊。播放视频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传输一些字幕的文件，就是比较冷门的一些文件啊。就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我们的使用需求会涉及到网页端的一些操作，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奇怪的兼容性问题。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觉得带个平板就行了，还是得老老实实把笔记本给带上。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使用需求，符合我的个人使用体验。就日常的体验而言，我还是挺满意的。小米的这个平板，大部分人使用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当然它是有一点的进步空间。按我说的，这个价格可以体验到非常不错的平板性能，配合小米生态有非常多的玩法。如果你有一套的小米设备，整个小米旗舰的平板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它的这个体验还远不止于此，因为我用的是 Mac 电脑，所以这个电脑的联动就没有详细的展开。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视频里面再来一期，也有蛮多有趣的东西。希望本次的小米平板6S Pro 的体验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记得多多支持，来2个圆圆的硬币。最后不要忘记拼多多搜索10083，享受更多100亿补贴折扣福利。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视频再见。